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易经里的蒙卦。蒙卦是屯卦之后的第二卦，上艮下坎山水蒙。这一卦看着讲的是蒙昧懵懂，实则藏着天地运化的规律，风水堪舆的玄机，还有为人处事修身立命的术数与哲学智慧。可以说蒙卦是易经64卦的启蒙之卦，不管是看风水悟义理，还是学术数修自身，读懂蒙卦就能摸到易经的循环往复有昧向明的门道。今天咱们就从卦象、风水、义理、术数、六爻解读这几个方面。首先咱们先把蒙卦的基础卦象搞明白，这是所有解读的根。蒙卦上卦是艮，下卦是坎，艮为山，为静，为止，为少南，坎卦为水，为动，为险，为中南。所以蒙卦的本象是山下出泉，山在上，水在下，泉水想从山里流出来，却被山体阻挡，流得不顺畅，这就是蒙的本意，蒙昧、遮蔽、阻碍。从爻象来看，蒙卦六爻里只有92和上9两个阳爻，剩下的初六、63、64、65都是阴爻，4阴2阳，阴多阳少。而易经里以阳为贵，蒙卦的阳爻还偏偏居在上位，阳气只能往下走，这和屯卦正好相反。屯卦是上坎下震，阳爻居下，阳气上升，主进主升。蒙卦阳爻居上，阳气下降，主止主退。屯进蒙退，屯升蒙降，一往一复，一升一降，这就构成了易经里第一个阴阳循环，也是天地间最基本的运化规律。有动就有静，有进就有退，有辟就有合，有升就有息，万事万物都逃不开这个循环。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很多朋友研究风水堪舆，总想着找纯阳之局、全顺之象，但从蒙卦就能看出来，天地间本就没有绝对的顺，也没有绝对的明。山阻水，阴避阳，这才是世间常态。风水的核心不是找完美的格局，而是在蒙的格局里找到化解阻碍，让气脉顺畅的方法。就像山下的泉水，不是硬冲山体，而是循泻而出，这就是风水里的顺势而为。接下来咱们就先从风水堪舆的角度聊聊蒙卦山下出泉的象意，在阳宅阴宅环境布局的玄机。从风水堪舆的核心藏风聚气来看，蒙卦上艮下坎，艮为山，主藏主止，坎为水，主气主运，水在山下，气在藏中，这本身是一个能聚气的格局，但问题在于山阻水，气聚而不流，就会变成滞气，滞气不散就会生蒙昧招阻碍，这是蒙卦风水格局的核心问题。不管阳宅还是阴宅，遇到类似蒙卦的格局，比如住宅背后有高山，前方有低洼的水泽，或者住宅被高大建筑阻挡，门口的水流不畅，都属于山水蒙的格局。这种格局的特点是气能聚，但运不通，人在其中容易思路不清，做事手足，贵人不显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蒙昧之运。但这并不是凶局，只是需要化解，让山下之泉顺畅流出，让藏住的气顺畅运行。先说说阳宅的蒙卦格局化解。如果家里背后有山，有高大建筑，艮象，前方有水塘、河流、低洼地，坎象，而且水流被阻挡，比如河道拐弯，水塘被围栏围死，或者门口的路被建筑挡住，这就是典型的山水蒙阳宅。在这种格局下，住宅的气脉就在屋后，却无法向前流通，屋内的人容易犯迷糊，做生意的决策失误，读书的孩子学习不开窍，上班族事业停滞。化解的核心就是通坎水，属艮阻，坎为水，主治主运，让水脉顺畅，就是让智慧和运势流通。艮为山，为主为阻，属艮阻不是拆山拆建筑，而是在山与水之间，也就是住宅的中宫或者明堂位置做引气的布局。例如在明堂位置种上常绿的绿植，例如竹子、松柏。竹子节节高，能引气向上；松柏主刚健，能破滞气。也可以在门口摆放流水摆件，让水顺时针流动，引气入宅。注意流水摆件不能正对大门，避免气冲门，要稍微偏一侧，这就是顺着蒙卦的阳
阳气下行、阴气上升的规律，让气脉循环起来。还有一点，蒙卦的坎水在阴，艮山在阳，阳宅的采光一定要做好。坎为阴，阴则暗，暗则蒙，所以住宅的窗户要多开，保证阳光充足，一阳破阴，一明化蒙，这是化解蒙卦阳宅格局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再说说阴宅的蒙卦格局，阴宅风水讲究山环水抱，蒙卦上艮下坎，本是山环水抱的基础，但关键在水被山阻，也就是阴宅的来水被山体阻挡，去水不畅，或者穴位被山体遮蔽，不见天光，这种阴宅格局，子孙后代容易出愚钝之人，家族运势停滞，难以发展。但好处是山能藏气，子孙后代不会出现大的灾祸，只是发展受限。化解阴宅蒙卦格局，核心是寻水口开明堂，水口是风水里的关键。蒙卦的坎水被艮山阻，就是水口不通，所以要找到阴宅的生水口、衰水口，也就是来水和去水。在来水口做轻微的疏通，比如清理水口的杂草、石块，让水流顺畅。注意，阴宅风水讲究不动土、不妄改，疏通只是清理，不是挖造。明堂是阴宅前方的开阔地，艮山遮蔽明堂就会让气脉滞塞，所以要把明堂的遮蔽物清理干净，让明堂开阔，能接天光纳地气。天光为阳，地气为阴，阴阳相结，就能化蒙为明，让子孙后代的运势流通起来。还有咱们日常的办公环境布局，也能用到蒙卦的风水智慧。比如办公室在写字楼的低层，上方有高层建筑艮向，前方有走廊拐角，墙体阻挡，坎向被阻，这就是办公环境的山水蒙格局。坐在里面的人容易思路闭塞，工作效率低，沟通不畅。化解的方法很简单，首先在办公桌上摆放水晶球，水晶主明主智，能化蒙昧。其次把办公桌的位置稍微做调整，不要正对前方的阻挡物，稍微偏一点，让视线顺畅。视线顺畅则气脉顺，气脉顺则思路清。还有在办公桌的左侧青龙位摆放一盆文昌竹，文昌竹主学业、主事业，能引气向上，破艮山之阻，让事业运势顺畅。这里还要给大家强调一点，蒙卦在风水的核心象意里是蒙中有蒙，阻中有生。山下的泉水虽然被阻，但始终有流出的趋势。阴必阳的格局虽然蒙昧，但阳气始终在下行，等待与阴气相结的机会。所以不管是阳宅、阴宅还是办公环境，遇到蒙卦格局，不要想着彻底改变，而是要顺势引导。这就是风水看运的核心，天人合一。天地的格局是定的，人的作用是在天地的格局里找到平衡，让气脉顺畅。这和蒙卦的义理哲学是相通的。聊完了蒙卦的风水堪舆，接下来咱们聊聊蒙卦的义理哲学。这部分是读懂蒙卦的核心，也是易经的核心思想。蒙卦的核心义理总结起来就4个字：蒙以养正。这也是孔子在宣圣讲义里反复强调的。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蒙不是单纯的蒙昧愚蠢，而是万物出生的状态，是人心处蒙的阶段。就像小孩子刚出生，懵懂无知，这就是同蒙。同蒙不是坏事，而是养正的最佳时机。养正就是培养正道，涵养正气，坚守本心。在蒙昧的阶段养正，才能让万物茁壮成长，让人心立身成德。这就是圣人的功业，也是天地的大道。首先咱们从天地运化的义理来看，蒙卦是屯卦的反卦，屯卦主生，天地初开，万物始生，雷雨交加，滋养万物，这是万物的出生阶段。蒙卦主育，万物出生之后遇到山体的阻挡，环境的考验，需要慢慢涵养，慢慢成长，这是万物的养育阶段。有生必有育，有育方能成，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。就像一颗种子，屯卦时种子发芽，蒙卦就是芽苗顶开土壤，遇到石块的阻挡，需要慢慢积蓄力量，循系生长，而不是硬冲直撞。这就是蒙以养正的天地之理。在成长的阻碍中涵养自身的力量，坚守生长的正道，终能破土而出，长成参天大树。从人道的义理来看，蒙卦对应的是人的一生，从童稚到成年，从求学到立身，始终处在蒙与明的交替之中。小孩童蒙无知，这是人生的蒙卦阶段，此时父母师长的养正最为重
重要，教孩子明是非、辨善恶、守规矩，这就是在童蒙阶段养正，孩子才能健康成长。年轻人求学问道，遇到疑惑不解，这也是蒙卦阶段，此时需要良师益友的指引，涵养自身的学识品德，坚守求学的正道，终能豁然开朗。这也是蒙一养正，中年人立身行事，遇到挫折困境，做事受阻，思路不清，这还是蒙卦阶段。此时需要翻求诸己，涵养自己的心智气度，坚守做人的正道，不骄不躁，不偏不倚，终能走出困局，化蒙为明。很多人觉得蒙是不好的状态，总想逃避蒙昧，摆脱阻碍，但从蒙卦的义理来看，蒙昧是成长的必经之路，阻碍是养正的必要考验。没有蒙昧就没有求名的欲望，没有阻碍就没有涵养的机会。就像咱们走路，顺境中走得再快，也学不会辨别方向，只有在迷雾中走一走，才能学会看星星、辨路标，才能练就一双慧眼。蒙卦告诉我们，面对蒙昧和阻碍，不要焦虑，不要逃避，而是要静下心来，养正自身，等待时机。这就是易经里的顺时钟之道。什么是时钟之道？蒙卦的彖辞里说，蒙亨以亨行时钟也。时钟就是顺时而为，守中而行，时顺则顺，时逆则逆，时行则行，时止则止，不偏不倚，不执不变。蒙卦的格局是山阻水，阴蔽阳，此时的时就是蒙昧之时，阻碍之时，此时的钟就是养正自身，积蓄力量，而不是硬冲直闯。比如一个人事业遇到瓶颈，这就是蒙卦的时，此时如果急于求成，硬拼硬闯，只会撞得头破血流，就像泉水冲出山体，只会粉身碎骨。而如果静下心来，学习新知识，提升自身能力，涵养自己的人脉气度，这就是守中。等时机成熟，瓶颈自然会破，事业自然会顺，这就是以亨行时钟也。蒙昧的格局终能走向亨通。蒙卦的义理还强调主宾之分，顺逆之变。卦辞里说，非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。这里的我是明者，是师者，是有正道之人；同盟是蒙昧者，是求道者，是需要养正之人。不是明者去求蒙昧者来学，而是蒙昧者主动来求明者教诲。这就是主宾之分，同盟是主，明者是宾。求名的欲望必须来自自身，别人再怎么强求也无济于事。这一点在做人做事教育上都至关重要。教育孩子不是父母逼着孩子学，而是让孩子产生学习的欲望。求人办事不是别人逼着帮你，而是你主动去求去学。修身立命不是别人逼着你向善，而是你自己有向善的本心。这就是顺逆之变。蒙昧者主动求名是顺，明者勉强施教是逆。顺则亨通，逆则受阻。还有卦辞里的出世告，再三笃，笃则不告，这也是蒙卦的重要义理，讲的是诚心为基，信德为本。是就是卜卦问神，求神明指引方向。第一次卜卦心诚至坚，没有猜疑，神明自然会告诉你答案。如果再三卜卦反复猜疑，就是亵渎神明，神明自然不会再回应。这不是说神明有情绪，而是说人在蒙昧之时，求名求道的核心是诚心，心不诚，再好的指引也听不进去，再明的道理也悟不透。就像咱们向别人请教问题，第一次诚心求教，别人会尽心解答，如果别人解答了，你还再三质疑反复追问，就是不尊重别人，别人自然不会再理你，这就是赌蒙。本想求名，结果反而更加蒙昧。所以蒙卦告诉我们，面对蒙昧，诚心是第一位的，心诚则灵，至坚则达，猜疑则惑，反复则蒙。聊完了易理哲学，接下来咱们聊聊蒙卦的术数内容。易经本身就是一部术数经典，蒙卦作为开篇的重要卦象，藏着不少术数玄机，比如卦数、卦气、六亲六神的解读，还有蒙卦在占卜中的应用。咱们就从基础的术数知识入手，聊聊蒙卦的术数智慧，让大家不仅能读懂蒙卦，还能在实际的占卜中用上蒙卦。首先说说蒙卦的基础术数参数。蒙
蒙卦上艮下坎，艮的卦数是7，坎的卦数是6，所以蒙卦的本数是7加6等于13。在先天八卦数里，艮为7，坎为6，先天数为13；后天八卦数里，艮为8，坎为1，后天数为9。这些卦数在占卜中是最基础，用来起卦、断卦、定应期。蒙卦的卦气对应农历正月和12月，艮卦对应丑寅月，坎卦对应子月，所以蒙卦的卦气在冬末春初。此时天地间的阳气开始上升，阴气开始下降，但阳气还是被阴气遮蔽，正对应蒙卦阳下行阴上承的格局。在占卜中，逢冬末春初占得蒙卦为得时，主运势虽有阻碍，但终能亨通；逢夏季占得蒙卦为失时，主运势蒙昧，阻碍重重，需要耐心等待。再说说蒙卦的占卜。蒙卦上艮下坎，用先天伏羲八卦图的位置纳甲法来看，坎卦纳癸，艮卦纳丙，初六爻为癸水，六三爻为癸水，六四爻为丙火，六五爻为丙火，九二爻为戊土，坎卦中爻，上九爻为庚金，艮卦上爻。艺术方面以坎水为体，艮土为用，土克水，所以用克体。主占卜时虽有压力，但能通过自身努力化解。六神方面，例如初六爻为玄武，主蒙昧疑惑，对应初蒙之态；六三爻为白虎，主凶煞私欲，对应迷蒙失正；六四爻为腾蛇，主缠绕阻滞，对应困蒙自闭；六五爻为朱雀，主文明谦逊，对应同蒙守正；九二爻为勾陈，主包容稳重，对应包蒙养正；上九爻为青龙，主刚健制服，对应鸡蒙玉寇。六神配属六爻，正好对应蒙卦六爻的象意。在占卜中看六神的状态，就能判断蒙卦的吉凶祸福。蒙卦在占卜中的应用非常广泛，不管是占事业、占学业、占感情、占财运，都能从蒙卦中找到答案。核心还是围绕蒙以养正、顺时钟之道来断卦。比如占学业，占得蒙卦，祝孩子处于同蒙阶段，学习不开窍，但并非愚钝，而是需要养正。此时要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，引导孩子的学习欲望，而不是逼着孩子死读书。若占得六五爻同蒙吉，祝孩子本性纯良，只要稍加引导就能开窍。若占得六三爻勿用群女，无忧虑，祝孩子被外物诱惑，心思不在学习上，需要及时纠正，养正其心。占事业，占得蒙卦，祝事业处于蒙昧阶段，遇到阻碍，发展停滞，但并非凶卦，主需要养正自身，提升能力，等待时机。若占得九二爻包蒙吉，子克家，主能包容同事下属，刚柔相济，终能突破阻碍，成就事业。若占得六四爻困蒙吝，主刚愎自用，不听他人意见，自闭自蒙，事业难以发展，需要及时反思，虚心求教。占感情，占得蒙卦，主感情处于梦寐阶段，彼此了解不深，或者感情遇到阻碍。若占得六五爻同蒙吉，主彼此本心纯良，只要相互谦逊，相互理解，感情终能修成正果。若占得六三爻毋庸去女，见金夫，不有功，主一方被外物诱惑，见异思迁，感情难以长久，需要坚正本心，养正其情。占财运，占得蒙卦，主财运处于梦寐阶段，求财受阻，难以获利，但并非无财，主需要坚守正道，诚信经营，不要贪求不义之财。若占得上九爻鸡蒙利玉寇，主能识破求财中的陷阱，抵御外界的诱惑，终能获得正财。若占得六四爻困蒙吝，主求财思路闭塞，固执己见，难以找到求财门路，需要开阔思路，虚心向他人求教。还有蒙卦在择吉择时中的应用，蒙卦主启蒙养正，所以择吉时。若要做启蒙教育、拜师学艺、修身立命的事，选蒙卦得时的日子。冬末春初，艮坎卦气当令，主事半功倍。若要做开拓进取、冒险的事，就不宜选蒙卦的日子，主事倍功半，阻碍重重。这就是术数的核心，顺卦气，合天时，什么卦气做什么事才能顺风顺水。下期我们接着聊蒙卦的六爻解读，感谢您的聆听。